好，大家周末好啊！欢迎回到交易之刃，打造你交易的利剑。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周五就出现了非常大的一波排空，那么市场呢这个波动开始出现。那么今天要讲的内容还挺多的，挺有意思的。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观察。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对于当下市场走势的交易，我们后续该如何去做？我当下的仓位如何去判断？尤其是对后续走势的一个判断。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想回顾或者说分享特斯拉的一个异常。那么在这个异常的情况下，我们往往看到历史上出现类似的情况，它的后续走势是什么？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我所看到的一些研报包括一些机构的一些分享，而且罕见的看到了高盛的一个非常棒的分析师的一个喊单。我们再聊一聊高盛或者说这些大投行的分析师是不是就是反指或者说割韭菜的？我们跟大家呢仔细来把这个地方来掰扯掰扯。那么对于个股速递的话，我们稍微聊一聊 AMD、苹果、Shop 还有小新银行的走势。那么今天的内容仍然是比较多我也不打算拆成两半了，咱们呢就是一口气儿给大家都讲完。如果你能坚持看完到最后的话，也给自己点一个赞咱们废话少说开始今天的视频。好，首先我们是一个常规的操作。首先看这个礼拜的走势非常有意思特斯拉对吧？微软苹果，那么这些都是，还有礼来这些。那么市场是这种涨跌涨跌互现。那么可以看到重灾区是能源和金融那么这是我们整个今天这周，别看今天周五涨得非常多，大家看到科技差不多一个 K 线之前4个阴线全部都吃掉了。然后呢，但是这个传产在这段时间是非常弱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就是市场上资金其实在集中在几个赛道，所以一会儿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对市场的一个观察。那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散户情绪。那么 AI Sentiment Survey 这个5月3号的数据出来之后 24.1% 的牛，且 44.9% 的熊。那么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基本上10月的那个去年10月的低点了，也就是意味着市场的 sentiment 极其的看熊，而且是我们大量的散户在这个地方是看空做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以后，那么在市场，那你想不排空都难。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讲一讲现在市场的几个状态，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机构的仓位一开始是有一个下降，现在又在增加。那么这个机构一般来说是对一个基金经理的一个 survey， 那么往往呢来说，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跟市场走势相反，或者是有一定预见性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它基本上看到是跟市场走势差不多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想从一个角度上来分析，就是说散户的情绪也好，或者说我们看基金经理的仓位也好，我们其实看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说用它去猜测后面的走势，而是用它去观察到市场情绪的一个机制。如果当下市场中大家都非常看空，而且基金经理的仓位又非常小，那么意味着市场上有非常大的做多的这样一个空间。为什么呢？因为你手里现金多嘛，对吧？那么这里你再去布局空头，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就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呢？就没有那么多空头，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如果你手里大量都是仓位，或者说你超过100%的仓位，大家都疯狂的做多，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多压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操作。那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给大家看到的这些数据我先跟大家分享呢，之前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平常周末的话，不管你是中年人还是年轻人，对吧？大家都在周末的时候跟家人出去娱乐都很好。那么每次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视频都来自于大量的数据的分析，它不是我觉得，或者是我在给你讲述一个我认为是涨还是跌的故事。我们恰恰大多数投资者，他们平常就是喜欢看马后炮，或者说喜欢凭借自己所谓的感觉来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在长久在市场中是绝对没有可能生存的。而平常呢，我会根据全方位对市场的观察，包括数据和研报的解读，把这些数据集中到一起，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多空的分析。那么这个多空是来自于客观的一个分析之后给出的一个结论，
而这个结论出现了之后，必须要落实在具体的操作上，同时还要有一个退出和止损方案，就意味着我不仅要判断这里是涨是跌，或者说我该怎么做，还要告诉大家我这里错了该怎么办。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频道分享给大家的，就是一个仓位的控制和风险的控制，而不是说我做对了时候回去猛吹，说这里是 all in 重仓，而做错的话就说这里是试仓赌博，那0.5%、0.1%的仓位，提前会把仓位说清楚，因为仓位就代表了你的态度。如果90%的仓位都是现金的话，那意味着明显就是看空，不管吹的涨成什么样，或者你回去 call back 你说出什么来的，90%的仓位做开始，那一定就是偏空的一个思路。那么我们主要跟大家多啰嗦两句。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礼拜的资金的一个表现。这里的资金的表现，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说牛的这一方面，牛的这方面我们说 AI 的 sentiment survey 它整个的情绪来到了一个极低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极低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市场上是出现了一个大家都不太敢买股票的这么一个状态，大家对未来，或者说我们现在大量的头条，包括我们对于银行的这个危机，对于市场上对于衰退的一个理解，其实整个上大家是非常非常偏熊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就向下大跌的可能性极低。为什么？因为当大家都偏熊的时候，都害怕的时候，市场上你向下跌的动能就不足。为什么？因为缺少多头，因为多头是空头的多头，空头是多头的多头。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你这里缺少仓位持有的情况下，缺少有人接盘的情况下，它确实是比较难以跌破。那么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牛市中，我们知道5月份已经开始了，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又有大量的叫做追加股票回购，包括 Google 70 billion 有700亿的回购，苹果又追加到90个 billion， 就增加了900亿的回购。那么再加上银行的那些回购加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第一个季度的回购它的量是非常少的，也就是说市场上是 announce 的量和它执行的量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那我们不知道第二季度会不会补上这个坑，也就是说各个公司给了股票回购，或者说各个公司准备回馈给投资者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真正执行的量还很小。那么他们在等什么？股票回购他们在等什么？因为每个公司去执行股票回购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非常简单的去执行，他们也有他们的策略，也有他们的想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大家倾向于比如说增加股息，或者说我们不做回购，或者等到第4季度回购，或者等市场一个大坑来回购。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他们在第1个季度没有回购满，那么第2季度再追加，那么后面的话还有更多的钱进去回购。那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今年所给出了大量的这个回购释放回购，咱们说给的咱们像信用卡一样，给你的这个Pro 的 credit line， 或者说你们现在信用卡的这个值可以花的钱确实是多的，但是花出来的很少。我们要具体看我们要具体看。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想说到是关于宏观的流动性。那么我们说 M2， 也就是说市场的宏观资金供给量是一直在降低的。那么在牛市中，我们往往说宏观的资金供给量应该是增加的。那么这段时间其实是财政部有一些释放流动性，而且呢，美联储最新的会议上我们也解读了，它现在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是这个加息周期要结束。那么不管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加息的周期应该说5月份就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在上次的点阵图中给到的就是 5% 到 5.25%， 我们后面的时间就是市场预期什么时候降息，或者说这个5.5到 5.25% 的这个区间能维持多久。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点是既可以放在牛也可以放在熊，那么就是资金现在集中在大科技的赛道，尤其是以 AI 人工智能为主的我们说的第4次产业革命。前呢我们知道有工业革命，在1860年左右的工业革命，1840年左右的工业革命，包括我们说的后面的什么电力革命，就当电发明的时候出现了电力革命。那之后我们还有信息革命，在2000年左右的信息与互联网革命。那么到现在的话，我们又出现了人工智能革命。那么很多人说人工智能从出现到实现可能还有很大的一个步伐，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瞬间出现，瞬间爆炸，大量的工作和行业会被影响。那么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一个厚积而薄发的过程。那么这对市场或者对我们未来的投资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看到工业革命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去投资一个养马场，或者说一个给马提供饲料或造马车的厂，你这会应该投资的是钢铁厂。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赛道的这么一个理解，现在资金基本上就集中在这样的一个赛道上。那么另外看空那个表现呢，我们说昨天其实跟大家讲了，就是看到了数据，就是 KRE 也就是地区性银行的 ETF， 它的做空量来到历史最大，也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些区域性银行的押注已经来到历史最大，那么意味着大量的空头在这里面做空。那么加上我们说跟当天 A 股的那个意思有点像啊，不让做空还要抓那些做空的人，美国也是这样一套。但是这样的结果我们从短期来看绝对是偏多的。这样今天的排空我们也看到，像 WAL 像 PAWC 这些小银行都出现了50%以上的这样的50多的这样一个反弹。那么它对于整个市场中它是否是个底部了呢？其实答案可能还不是，就是越是这样的一个限制反而拉长了它底部生成的时间。如果跌透了，或者说出了危机解决了，其实问题是很容易给它处理的，就好像你身上出现了一个伤口流脓了一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的方法是切掉这个烂肉可能非常疼，一开始确实掉了2斤肉，实际上伤口是容易恢复，而这个时候你不断的在烂的伤口上给它抹这个抗生素，那么也许或者说再给你打点吗啡，那你觉得没有什么事儿了，而实质上呢，你的伤口可能溃烂的更厉害。那么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在短期内确实是偏牛，而这一点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也在列举到了偏熊的这个状态。那么实际上其实是把这个问题滞后了。好，那么再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偏牛的这个逻辑。其实对于一个牛房或者说你是看多的，那么这里面你其实操作起来也非常简单了，其实是只要你去集中到那几个 AI 强势赛道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点我们说看熊的话，我们说苹果和微软他们两个加在一起所占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将近15%，苹果7%点多，然后微软7%，这将近15%也就2家公司占了标普500家公司所有市值中的15%被2家公司所占据。那么这就意味着当下市场是个非常不健康的市场。我们要看到的是，忘了当年谁说了什么，就是我们有大盘的这些指数支撑，他们不需要猛涨，他们只需要维持住指数不崩盘。而真正的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些情绪，什么样的情绪？就是投机也好，投资也好，赛道的出现。不管你是关于人工智能、数据处理、云服务，还是汽车，对吧？还有是消费都可以。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巨头在疯狂的支撑或拉抬这个股价，而市场上的深度完全跟不上。一会儿我给大家上一些数据，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根据当下市场的走势，如果你去统计在这个时候发现的这些事情，就结合我们上礼拜说的，它有2015年的样子，但不代表说马上就能跌，因为它可以震荡好久。还有2008年的样子，就是一个银行出现了问题之后，然后美联储解决了，后面的又不管了，又说没事了之后，突然间就爆发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再猛的降息，再猛的去解决，而整个危机已经蔓延开了。那到底是15年还是18年呢？都不太乐观。那有没有可能这个问题就悄咪咪的解决呢？也有可能。那可能就是那种60、70年代的状态，那就需要时间去消化。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可以看到说，两个巨头占领的市值非常大，那么任何衰退仍然没有被市场所计价，那市场并不计价衰退，市场计价的是不衰退。那我们再看呢，市场的一些尤其 CTA 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呢，就是说量化的这些基金，我还再强调一遍，他们的买卖是估算出来的，不是具体的。那么这里我们也看到说，上个月整个的估值是买了150多个 billion，1500多亿，这不是小数，因为股票回购最强的时候一天也就是2、3亿。那么这个时候你1500多亿一个月买进去之后，那当然强了，当然 hold 得住了。可是他们拥有的仓位实在太大了，所以在下个月，也就是在5月份，一旦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卖出，那么意味着这个策略将全面的进入一个卖出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可能跟股票回购的量进行一个抵消。那我们就要看看到后面的话，市场是怎么做的。
那么第3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 equity 市场持续的资金大幅流出。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是大约23个 million， 其实并不多，那这个礼拜直接 6.6 个 billion， 那么整个的话有59又是60个 billion 进入 money market， 持续的资金进入 money market， 因为什么呢？因为短期的利息又在增加，所以我们看到大量资金进入了 money market， 然后呢，我们的股市在不断的被抽血的过程中，那么市场还能向上涨，那就因为什么呢？资金在不断的在集中，也就是这个资金在抽血的过程中，我们集中到几个大市值的公司上，再排一排空，把空头挤一挤，它还可以涨。因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的流动性非常差，流动性差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什么控盘，或者说交易人数少。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我们可以理解成有点像 A 股2018到2019的状态。当时不管是茅台也好啊，或者说什么航发动力啊，对吧？长春高新啊，海天味业啊，什么爱尔眼科呀，就这些所谓的白马股疯涨，而其他的市场深度极低，其实也来到这种状态。那么随着所谓的白马股或者是美股这些大科技一旦涨不动了，那么后面就是2015年的那种状态是很有可能出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仍然没有大规模长期投资者进场。那银行问题我们刚才也讲了，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综合上来看，我们这里既有看多又有看空的一个条件。那么你是如何去判断的？或者说你如果判断说我认为我是偏空，或者我认为我是偏多都可以，但前提是你要有非常具体的交易计划，还有止损计划。那我后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非常具体的操作。好的，另外呢，我们操作开始前再跟大家分享几个其他的数据啊。那么我分享的这些数据虽然是说了10几分钟，大家别忘了这些地方都是花了大量的时间为大家搜集资料、做回测啊，这个做盘整，就是做整理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如果觉得这些信息对你的交易有帮助的话，那么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支持一下啊。本来我们这个频道也并不是说是个大频道，我们小频道啊，坚持做这个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money market 的话，我们这里看到了它的 flow 仍然是非常强，这个可以在圣路易斯联储的这个网站上都可以看到。那么 Zero Hedge 的话，它引用了一个什么呢？它引用了一个就是这个高盛的一个 report。那么说我们的 market breadth 这个深度或者宽度是快速的衰减。那么你在统计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图啊。其实我今天看到更新的图了，这个图的话就是。如果你看到今天的图的话，这个数值是再次比之前低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宽度的一个，大家看，我们看自己也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 BPSPX 在这里地方，我们今天在涨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时候，可是我们的深度其实还是降低了，一个市场来到了将近新高的位置，但实际上深度只有 50%， 因为只有 50% 的股票在牛市。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不断的出现什么呢？不断的出现高点。大家看我们指数并没有在突破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却出现了不断的深度的一个走弱，还是刚才那个现象，就是资金在集中。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 skew 就是黑天鹅指数。那么这个黑天鹅指数现在的话没有到了极值，一般来说我认为比较风险比较大的值是超过155，那么现在的话来到了多少呢？来到的是140左右。所以这两个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现在的话深度是非常差的。好，来到具体的一个操作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的是高盛的一个投行分析师非常资深了，他给出了一个就是一个具体的就是策略，就是什么呢？就是 buy to open QQQ 6月30号300到28的 put spread， 它的价格是2.8毛5，而现在的这个价格你可以在2块以下拿到，那差不多就是300，能跌到至少这样的一个比较凌厉的一个回调，而且是到6月底，那么现在才5月初，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那么再多说一句关于我们对于投行这些研报的一些理解，我非常能理解大家很多人说什么叫做狗剩反指或者什么高盛反着做，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如果投行他们这么多年以这个分析都是反指或者说做的非常烂没用，那么他的客户都会跑光了，那么投行就挣不到钱了，那投行自然而然就没人再去理会他们所谓的分析。而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的分析非常专业，他们拿到数据非常多，他们的分析专业且强，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人或者说更多的机构投资者
会去订阅和看他们的分析，尤其是不是公布给咱们市场上的，而公布给市场上往往是在社交媒体上一些非常滞后和一些比较非资深交易员的一些分析。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这就是一个逻辑。如果我们看到了大量自媒体都在说什么高盛反指高盛说什么反着做就行了，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些机构说什么都是反着做就行了，不是这个逻辑。而我们说的，首先机构它不是一个人，它有很多很多分析师，很多的发现 report， 那你怎么能知道是哪一个呢？还有反指是多久是反，怎么叫反？而我们今天看到大量自媒体经常就是为什么愿意这么说，因为我们愿意把机构或者说专业的机构放在我们的对立面，而这样的话，我们大量的散户投资者，当他们失败的时候，当他们亏钱的时候，你心理上会产生一个暗示，就是市场上有一群人，他们就盯了你的钱袋子，他们就是来坑你的，就是有庄，就是有主力，他们就是害我们，他们就是坏，对吧？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这样的找到一个所谓的心理暗示和心理安慰。我为什么会亏钱？就是因为他们在坑我。而恰恰相反，这是我们人性的弱点。你的亏钱是因为你的贪婪，你没有风控，没有系统，你每天听这听那，你每天跟这个哥那个姐出去一通乱买乱卖，没有止损，不管听谁的，是不是反指，最后你终究会亏光。而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看了很多自媒体，大家很容易把所谓的机构放在所谓的对立面，而这个时候你就产生了一个大家都是来坑你的。如果又是一个悖论，如果大家都是来坑你的，市场上这么惨，进来的人必须都要亏光，你为什么又在这个市场中去进行天天去赌博，去猜涨跌，去猜大小呢？那如果它真是反指的话，你为什么没有？如果它100%反指，甭说100%反指，60%反指，那为什么你又不敢下仓位去反着做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论。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金融行为学中，为什么弱者在这个市场中是非常容易被淘汰。所以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的多说了两句，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分析。好，那么他就看到了，就是我们可以分到30分钟，30分钟这个操作呀，可以跟大家讲是非常的困难。那么这个困难我们当时分享过，上礼拜就分享过，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箱体的区间，而它的下跌绝对又不是什么，比如说这里就是一个假突破，对吧？我们这里明确的假突破，而且还对它进行回抽，2次回抽，你其实空头在这个位置上挺难拿的。你勉强假设你拿住之后，这个不错，大家知道什么？这是一个形成了一个什么叫撑压互换，撑压互换又回抽，发现这个什么第3位买点吧，这个地方就什么了，回抽不回来了，那么一块光就跌破了。跌破之后，你说好，终于我们跌破了，好，直接跳空给你拉回来，那么这里又形成了什么？这里再次形成一个假突破，你说这里就是做多了吗？这是破线翻了，对吧？这里是做破线翻，那好，上面假突破是成立的，对吧？那么下面的破线翻就不成立，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又出现了假突破，又拉回来之后，好，又是跳空。这段我们其实上周给大家讲过，在这个位置上，马上我在这个位置上止损嘛，那么出现了一个直接就拉上去了，把整个的区间又进行了一个突破，拉回一下之后再向上。你说好，那么这个地方拉回我们做多可以吧？那么马上又把什么？又把你这个地方灌破了，灌破了以后，这里又形成了什么破线翻，我又拉回来了。逗你玩，就是到底是这个地方涨还是跌呢？看这个地方又形成次低，而且这是连储是直接又灌破。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头部在这个位置上就已经确认了，而且这个头部比下面的这个底部要大非常多，比这个头部要大非常多。我们的 bias 应该就是什么？就应该是下去了。但是没有人家这里继续是跳空站在这个位置上之后的一个继续拍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如果你从操作的角度来说，你如果是个非常熟练或者说你是成熟的交易者，那么这样的操作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马后炮很容易，今天你信吗？又一定会说我已经买了什么，而且大家马后炮回看都买的微软都做多的科技股，然后呢又都是3倍5倍靠，对吧？就不多说了啊。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位置上，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位置上交易是很困难的。那么我对大家的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分析的话是这样的，我的SPY 或SPX
我们呢下的是什么呢？是一个5%仓位的这么一个 put 啊，5%仓位的 put。那么这个 put 我是怎么操作的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操作。那么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想给大家说啊，之前我们是9月的380，那之前8月380我 roll over 过来的。那么这个价格呢，差不多啊，成本是8块多加1块多，差不多10。那么现在的价格今天只有6块多。那么昨天的价格是回到了10以上。那我怎么办呢？我昨天回到10以上之后，所有的这个 IV 都很高的情况下，我这里再操作350的 put， 把它形成380对350的一个 put spread。那么形成了这个就价差了以后，那么350成本是4块2毛5，那么今天是2块8毛多。那么我就利用一个什么呢？价差的一个操作来降低我 put 的成本。那我现在来说，9月份的380可能是10块，对吧？10块。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能比如说这一波我的目标是降2块钱，那今天也降了差不多1块5了，对吧？那我这个就是底下350只要能赚2块，那我就可以把350的这个什么就收回去。收回去之后呢，我成本不就从10块降到8块嘛？10块降到8块以后，那么找机会，比如说它下来之后，我们可以再做一次。再做一次的话，我们还可以把成本继续的进行一个降低啊，继续的一个降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对我们整个的一个成本降低。那差不多我降到多少呢？差不多我的成本从10块，降到一个5块左右啊，做个2、3次，做到差不多5块左右的话，那么整个的这个就非常安心了。因为什么？5%的仓位的成本就变成2.5%了。那么后面你在2.5%就是我最大的损失。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继续拿住。就是如果市场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或者说市场我们说了，真正的风险到来的时候可能会非常快，尤其像15年的这种。当然你也可以继续等，等什么呢？等的是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个走弱再说。真正意义上走弱再说。那么如果作为多头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市场这个震荡啊，也就是这一波上完之后再下来，这一波再上完可能还没有走完。那么你在震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只要去做啊比较强势的个股就可以了啊，做比较强势的个股就可以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市场上现在对于成长型科技有一些偏好，我们一会儿可以分析几个个股来看看具体的分析和走势。好，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关于特斯拉的，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观察。那从期权市场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最近的这个 IV 啊特别低，它好像只有这多少啊？这只有50啊，50多一点。那么在历史上出现特斯拉的 IV 只有50多一点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给大家稍微放大一点看。这个 IV rank 是0，或者说0啊，大家知道 IV rank 是0，意味着是特斯拉现在期权最便宜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当卖方，给你的仓位上 CC cover call 或者去卖 put， 这2点都是非常烂的操作，因为现在期权金太便宜了，这个时候不要去做卖方了啊，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一看，当它来到0的时候，历史上往往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0，或者说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什么？而且是有一特点，就是它的隐含波动率是比它现实波动率还要就是说这个还要低。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隐含波动率比它的波动率要低，且它的 IV rank 来到了0。那么这个什么位置？它上一次是这儿，这就是当时特斯拉的一个位，也是一个大波下跌 ，ABC 下跌之后，当然你可以说这是 ABC 也无所谓了。弹起来之后的一个横盘，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弹起来之后的一个横盘？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大的趋势，而这个趋势涨得非常凶猛。那我们可以看特斯拉这个位置上会不会像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如果你要真走出超过200以后，大家其实看它真的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当时250直接冲到了400多，其实有一个将近100%的涨幅呢。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这个位置上它会有一个，这是上一次啊，上一次就是当它 IV 特别低的情况下，大家看这个地方一开始也是出现了 IV 特别低，它会有一波的震荡，然后这是一个情况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再往回看，上一次大家看这个位置上，它的 IV 非常低，但又来到，这真正来到0是这个位置。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家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时候呢？啊，这是20多少年1月份啊，这是2020年的这个初，也是在这12月份吧，12月份。那么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啊，也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这个地方。哪儿去了？好啊，这个地方，对吧？这个地方是0，对吧？这儿也是0。刚才我们看的是这儿，然后呢，就看这儿这个地方
对吧？这个地方也是有一波爆冲，对吧？这里边也是一波爆冲，那么意味着我们说，在未来1-2个月内啊，特斯拉搞不好啊，就有一波爆冲。那这个爆冲一定是涨吗？我们再看啊，大家看这个位置上也是，这个位置上也是0，对吧？大家看这个位置上也是0，4月份啊，4月份，这是2018年16年的4月份，是这个地方也是0，就是有一波暴跌，就这儿下来之后是有波暴跌。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是，这个地方是16年的6月份，15年的6月份也是有一波暴跌。那么如果我们回到最近的几年啊，我们把这个年头稍微弄少点，我们弄到最近5年吧。我们弄到最近5年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当它出现一个非常低的期权非常便宜，或者说相对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且它的 IV 比它的这个波动还要低，就是说它的 IV 就是它的定价比它现实波动还要低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可以看到特斯拉可能会有一波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波动。那这个时候我可能我打算怎么做呢？我打算在这个位置上去参考一个，就是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长线一点的一个价外的超价外的一个双开，而这个双开可能会是一个非对称的，比如说这个位置上现在是这个位置170，我可能会下一个大约300，但是呢是一个5-6个月，或者说3-4个月下一个非常靠外的，然后下面又下一个比如说120、130的，这样比较靠外的一个，那么这样的话仓位也可以控制好一点。同时呢，我还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呢，就是看看它有没有走单边的这种情况。那么整体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挺 tricky 的，也不是非常好做。所以呢，基本上是对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做正股。正股怎么着呢？就是你比如说它这个不是0嘛，它不是低嘛，你等它横盘，它出现了一个比如说具体的一个买点出来以后，比如说这个位置上，你这个平台突破，这有一个缺口嘛，补上了之后形成了一个底部，再突破。你这个180左右买入也是很好的，就是当它走出了一个趋势的时候，你再做也可以，就不用去担心这个横盘磨损的这个时间。所以如果我就算开，我也绝对不会开近期的，我会开一个至少4个月以上。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我在横盘等的时候，我被时间损耗或时间磨损太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可能会这样的去做。那具体怎么操作的话，那就是等我在 Discord 里面跟大家再实时的分析吧。那么现在的话，我现在只是看到这个现象，并且复盘了，分享给大家。具体的操作还要花时间去做功课。好，那么这是关于特斯拉的问题。好，那高股来，我们先看一下苹果。苹果昨天的这个怎么说呢？昨天的财报我觉得非常一般，但是呢，市场可以解读成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当高通也好，或其他的科技公司表现很一般的情况下，那苹果它仍然表现出了惊人的一个粘性啊，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苹果的产品它已经具备了非常强的，就是 XLP 跟可口可乐啊，或者是我们说麦当劳啊、百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不会因为经济好不好，或者通胀好不好而不买苹果，他们仍然会买苹果或者用苹果的产品。那么这里面呢，也可以看到，就是 Mac 也就是主机的消费是非常的差，那么 iPhone 反而是增加了，这意味着什么？它苹果在其他市场有了新的扩张，包括在印度市场，包括在东南亚市场，还有一些中东的市场。而它的主要市场除了北美、大中华区还有日本以外，还有欧洲之外，又开拓了新的市场。那这是大家对苹果的这么一个期待，或者说对苹果的这么一个理解。所以今天的话出现了非常强的一个反弹，或者说是一个上涨。而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看的是，我认为苹果在当下的位置是非常贵的，而且我觉得苹果在这个地方是市场集中的一个目标。那么如果要去做多的话，那我认为现在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平台，也就是大约的170左右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只要不跌破，或者说回踩这个平台之后向上仍然是可以，但是如果它在这儿跌破的话，会形成一个假突破，那我们就要看它具体的走势。那么从基本面上来说，我认为苹果在这个位置上是偏贵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股票。那我们来看一下 AMD。AMD 上次我们分析了，上次我们说这个地方啊 ，AMD 的财报不好，第一时间我说差不多跌15%，到回到给77再加。结果呢，就是刚第一天跌这样一个跳空，如果我们不看后面阳线啊，大家看。如果不看阳线的话，这个地方是没法进的，没有任何买的任何一个机会。那么第二天一个大阳线是因为跟微软的一个 rumor，
那么这个时候发现资金就在这里打进去了啊，资金在这里打进去了。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只要80成为它很多购买者的这么一个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90又成为它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向上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为什么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前有朋友问我说，比如说财报快出来，我又非常看空的情况下，为什么我的投资仓位没动，或上一些保护什么的，为什么没做？就是因为我回测了一下，我做了很多保护的测试什么的，经常会把整个很好的仓位、很好的房子，咱们买的，比如说不管 AMD 也好，还是我给大家之前分享过的，就是我这几个咱们说的这叫什么？我们叫老爷车呀，或者说我们这个老狗。我这些老狗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学区房，学区房你们经常给卖 cover call， 经常把我学区房带走了。上次麦当劳就给我带走了，那你这带走的话，现在学区房卖给别人了，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爽的事，而且是统计下来之后发现骚操作加上好操作加在一起，其实跟不卖差不多的。所以到最后的话，我们就是忍就可以了。那么在77的话，准备加仓，因为只要公司基本面或者说公司整体的发展前景没有什么恶化，它只是因为周期或者说当下市场环境或情绪造成的，完全没有对于长期注意啊，长期投资跟我们投机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长期投资来说，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再拉回去之后，那么确定了81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支撑。那么至于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其实无所谓，你只需要看资金对它怎么理解，资金觉得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好，那么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Shop。上次举了 Shop 的例子，我跟大家说 ENPH 这种股票不要去买，是因为出现了这种就是戴维斯双杀。当戴维斯双杀的时候，你这样发大财信号都上不去，因为什么？因为这里卖压实在太大了。我完全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这大涨了又到我这留言告大涨了。我们的投资者稍微成熟一点好吗？所以分享一下我们对于说 Shop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大涨，因为很简单，它变卖了一些重资产，而是在这个地方呢，它的营收又重新回到了上涨的轨道，不仅超过了预期，同时这个地方它变卖了那些搞物流的那些东西。那么 Shop 它的基本面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变性，也就是 Shop 的基本面在这里重新回到了它比较强劲的上涨的一个状态。那么能不能回到170呢？还需要时间。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位置上做止损，就是直接在54左右进行一个防守就可以了。后面它会震荡，它不会直接冲上去的，所以你不用担心等它震荡和下来的只要震荡花的时间多，今天又是大排空日，不用在这个地方追，等它一定会给一个比较不错的入场点，持有即可这是这个 Shop。 好，那么这个个股方面我们说到这里。好，那么今天呢，整个的分享就完了。我们从市场上各个方面，数据也好，分析也好，操作也好，回顾操作也好，都跟大家进行坦诚不公的分析希望大家呢，如果对大家有点帮助的话，我希望是通过每天的我的努力，为你减轻一些负担。我知道大家上班也很辛苦，也很想在市场中赚钱，但别忘了，股市不是一个所谓的提款机，没有所谓的什么大神，天天点点鼠标就赚大钱。我们做的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我希望我的努力能为你减少一些负担，我希望我的努力能为您增加一些信息，为你多做一些功课。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就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对我们视频有兴趣，或者说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我们下周再见，拜拜。